总之，上海样样事情都是开全国风气之先河，尤其是妇女服装为全国各地所仿游，特别是旗袍风行的最早，连当时美国电影皇后曼丽皮克夫到上海时，也做了许多件旗袍回去。上海钱庄、宁波邦多，这时候上海人的财富渐渐从钱庄移到银行。我有一个民立中学时代的同学严仲文，他的祖父严卫廉是钱庄帮的中坚分子。仲文在中学毕业之后，他的祖父就叫他到钱庄里去做事，但是他晚间仍在青年会业校读英文绘画，虽是富家子弟，可是一些没有纨绔习气，我们很谈得来。每一个星期总有一次聚餐，他谈的都是生意经，我虽不爱听，但听多了之后也得到不少关于这方面的知识，现在按照日记还可以写得出。上海的钱庄大抵有200-300家，可是股东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开来开去，总是几个极大家庭集团，大致说来是如此。镇海李家是由宁波镇海李野亭开始的，他从1882年到上海是做槽房的，槽房也是一种大工业，设在南市大码头，因为与码头上沙船帮相熟，后来就转到沙船上去工作。他唯一的能力就是善于理财和贩卖商品，沙船上就请他当营业经理，从此他就发了大财。1912年，他就在南市开起利余钱庄来，同时在乙场上开了崇余钱庄和慎余钱庄。不几年，财富越来越多，可是年老多病，临死时，主儿子们都以钱庄为业。到了辛亥革命时期，他家已经开了5家钱庄。民国成立以后，他的后人又继续开了3家钱庄，都是有一个余字。接着又办天丰、地丰、元丰、黄丰4个地产公司，大量购进乙场上的地产，有若干条马路，如地丰路等，都是李家取的名字。有一条路叫做李宋清塘路，就是李家的私家路，后来租界当局把它扩展成为戈登路。李家大房有3个儿子，二房有7个儿子，著名的有李云舒、李如山、李维庄、李之武等，其中以李维庄的后人在社会上更有地位，如李祖涵、李祖奎、李祖模、李祖来，其他还有李祖法、李祖勇等，我已查不清楚他们的世系了。镇海方家也是一个大家庭，以办粮食与杂货起家，后来到上海开设同裕、尔康、安康等14家钱庄，当然其中有几家是和人合股开设的。在杭州、汉口、宁波还有7家钱庄。我家所认识的就是他家的7房孙子蕊筹，他们的曾孙就是方交伯、姬帆，后来当过中国通商银行经理、上海总商会副会长。20年前他还在上海，年已76岁，至今是否健在，无法知悉。苏州程家。程家在上海开的钱庄也有不少家，最大的2家是福源、福康钱庄，聘任的经理是秦润清，后来也成为上海钱业界第一流名人。慈禧董家也是一个钱业界的大家庭，开设的钱庄有13家。镇海叶家是由一个清贫出身的撑船人叶承中开始的。最初的时节，他的船上搭载一个洋商老板，这个洋人粗心大意，上了岸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公事包，叶承中就追着上去送还他。由于找不到失主，他就把船停泊在原处，等候失主来领。那洋人果然回来探望，一见之下，叶承中恭恭敬敬地把原物交还。那洋人认为叶氏忠实可靠，
问他要不要做生意，你当经理，我当老板。于是那洋人斥资为叶承忠开了一家老顺记5金号，业务发达，接着又办缫丝厂、火柴厂，都发了大财。最后叶承忠就开了4家钱庄，他的第4个儿子叫叶子恒，当台湾银行的买办，只有一个孙儿最胡闹，即是有名的小捣乱叶仲方。6. 洞庭山严家也有很大手面，在上海开了6家钱庄，在苏州、常熟也各开了1家。7. 洞庭山万家在上海开了8家钱庄。统计上面所说的7个系统，以宁波籍最多，洞庭山人次之。真正上海人开钱庄的，以我所知，只有严卫廉一人。他们家是居南市王家码头一个旧宅子，我经常去的。他家中内部布置陈旧的很，足见从前的人即使多了钱，也是不喜欢铺张的。买办阶级不可一世严仲文和我谈了许多钱庄的源流，接着他叹了一口气说，自从费粮改元之后，钱庄衰落，看来已进式微状态了。我幸亏会说几句英语，常常和洋商银行接触，因此转到麦加利银行当杀老虎。从前上海洋商银行以汇丰为第1，麦加利银行为第2。麦加利银行属于香港渣打银行，所谓杀老虎是近似跑街的职务。他后来和我倾谈，就时常谈起洋行中买办阶级的情况。现在的人提起买办阶级就痛恨得很。究竟买办阶级的情形怎样的，想来知道的人不多，我不妨再把它详细的说一下。我最早认识的一个买办就是王一婷老伯，他是当时第一流画家，他的画日本人最为赏识。日本人到上海，如买不到王一婷的画，等于入宝山而空手回，所以名重一时。日本人办的日华汽船会社就请他做买办，买办的职务是管理华人职员，同时又办理对外事务，今称公共关系。那时王一婷还在中年，办事很卖力，这家汽船会社日益发达，船只越来越多，改称日清公司，他仍然是买办。而且三井洋行在上海办的一家绢丝制造社也请他当买办，他每天6点钟起身在家作画，画到10点钟便上写字间办公。他对日本人表面上很客气，内心则很痛恨，所以后来日军侵华，他偷偷地逃来过香港，在1938年因病逝世，享受73岁。日本的大企业除三井之外，三菱洋行也聘有华人买办，横滨正金银行也有华人买办。这些买办既非总经理、经理，又不是协理、乡里，而是一个独立性质的华人总管。因为洋商雇佣中国人，从不登报招请，都是由买办世袭或向亲友之间找来的。不过他要负保证人之责，而且监理庶务，一切装修、文具和杂物都由他去办，所以称作买办。